告人致人死亡罪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全国10万名法院律师，年均服务1500万人，无偿维护5000万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无人赡养的老人，是子女被家暴的妇女，农民工讨薪，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为正义申辩，为弱者发声。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是有罪的。被告长期患有轻度抑郁症。反对，被告证据确凿。我主张公诉人手中的这份审讯记录无效。我叫马俊，我从事律师职业22年。我叫王雅茹，是一名执业5年的律师。我叫谭海涛，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已有7年，在纳缺援藏。法律援助让人的内心更加的强大，也更加的柔软。法律援助是为正义而战，为弱者而忙。我们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只为守护每一个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滚烫人生由美团，美好生活小帮手。本节目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减糖不减丝滑，好吃不甜腻。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控糖小鲜赞助播出。无惧人生滚烫，有饭嚼出闪亮。本节目由嚼出我的饭的益达口香糖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5中午12点抢先看我们的滚烫人生，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独家放送。听众朋友们，本是一场法律援助疑难案件，今日开庭审理，7位律师将会出庭。我一定要做现代的包青天。来，上车。哇，我还是坐最后一排了。我还是坐这里吧。走。本站你们将以法援律师的身份前往湖南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报到入职，代教律师张启怀。法律援助。爆脑。我已经厌倦了体能的体验，这次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室内的脑力体验。其实援助也是律师吧，也是一种律师，对对对。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应该记那个法律的那些条款，而且他那个法律好像是里面是每一个字都不能差。小顺哥没问题，没问题。感觉就那种过山车的一种想问就说我对啊，就对哦，对啊。我爷爷，我现在感觉这里一点都不像长沙啊，我觉得在东北，真的很像东北，对，它完全不像在长沙嘞。下车。湖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哇，进去吧，律师们。
我都不敢往里走，我也感觉，因为他们好像很忙的样子。你好，你好，我们进去吧。你好，哎，你好，请问是找张律师是吗？是找张律师的。对，是的，是的。你好，请跟我来，楼上请。请进。张律师，他们来了。好，请进。张律师，你好，欢迎。你好，很高兴在这认识。你好，张律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好，大家请坐。哎呀，很帅啊，都穿得很正式哈。请坐。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我是你们本站法律援助职业体验的代教律师张启怀。我是张启怀，军人出身，我职业到现在为止31年了，办过的案件4000多起，一年开庭206场。作为第一批全国的公益案件律师，加入了法律援助队伍。马航 MH 370失联案的代理律师，航空法、刑法、民法还有行政法，我都有涉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湖南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是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累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万余起，案件的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实体平台线下接待群众5万多人次，热线接通量突破80万通，线上的浏览量突破11亿人次，帮助人群涵盖普通百姓、弱势群体、特殊案件当事人等各类群体，无偿提供7×24小时全时空全业务公共法律服务。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今后的3天啊，由我带领呢你们体验法律援助工作。那么什么叫法律援助？不收费。哎，小白你说不收费，对，这是一个核心。那么都可以不收费吗？那就看我们帮助的这个对象他有没有能力付费，是吗？对，那像志玲能够法律援助吗？理论上不行，因为到目前来讲还没有破产。当然了，志玲这个你的回答呢，回答对了一半。公共法律服务是无偿面向广大群众的，但是要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是有条件要求的。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群主要有2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农民工、残疾人；第二类是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以这种人是法援。明白。那法援律师就是固定的法援律师？不是，平时也可以做别的案子。法援的律师呢，他首先呢也是一名律师。我国有52万名律师，10万名律师服务在法律援助第一线。除了专职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每个律师每年也要参与50小时的公共法律服务或承办2件法援案件。法援律师呢，源于律师，但是高于律师，他门槛高。你要当法援律师，你要有专业能力强，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品德高尚，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我相信通过3天法律援助的体验，在座的7位，我认为没问题，而且会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在现在你们了解的法律常识中，和你们曾经遇到过的法律问题中，能不能提些问题？我今天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你们回答。太太如果疯狂的花老公的钱，算不算那个犯法呢？我买的东西都是家里面要用的。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家想，疯狂这2个字啊，怎么界定？哎，怎么界定？
它基于你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有太太的喜好。如果因为买包，家里都揭不开锅了，那就不好了。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夫妻双方，甚至呢男方在外面拼命的干活挣钱，活了，对，太太呢在家里带孩子，也应该获得这个收入的一半，这个自由是法律上赋予的。所以，如果亮亮买很多包，他很开心，你的日子更好过。Good idea。不，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已经快破产了。You shut up, shut up。大家还有什么法律问题？就身边的。还有这个隐私的问题啊。就我前2天跟女朋友吵架啊，说那偷看手机。你看啊，他还是只是恋人，如果是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未经过同意的时候看了对方的手机的内容，他算是违法吗？在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看伴侣的手机，可能构成违法。因为公民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伴侣之间虽然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但还是要尊重彼此的隐私权。什么？这我老婆看我手机就违法？好，违法的，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在法律里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安心了吧？那么下面呢，我们早日进入我们法院的真实状态，好吗？好。我准备了几道判断题，来考考大家，看看你们的法律意识和看待问题的角度怎么样。下面我把牌子发给大家，请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判断举牌，并阐述理由。好，那我先出第一题。好。志玲去菜市场买母鸡，老板小春呢，把母鸡买了以后呢，递给志玲。注意听，是准备递给志玲。在准备递出的过程中，哗啦，母鸡下了个蛋。问题来了，这个蛋归谁？如果大家认为该归志玲，举绿牌；如果大家认为归小春、归老板，那举红牌。好，大家准备举牌，开始。这个要看这个鸡到底，到了他的手还是还没到他的手吗？sorry， 这到不到？你还没付款？付了吧？付款了？付款了？还没付款？付款了？他说付款。付款完了。不付款的话不会递给他的。不，是志玲。买鸡，我买，他买了吗？卖鸡，买，你已经付款了吗？付完款，但我拿了个鸡给他。递的时候，当中你没下答案，是他。对啊，对，我们的观念是一致的。小春自己都认为是别人的。好，那我来解释一下。好，这道题鸡在谁的手里，蛋就归谁。你看嘛，鸡在谁的手里，蛋就归谁。我就说这个是要看他递到了没。在法律上，母鸡下的这个蛋属于天然孳息，就是原物产生的收益。孳息归属采用交付主义。如果母鸡已经完全交付给了买家，那么鸡蛋就属于买家。当然，生活里的类似状况远比题目复杂，法律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是我们错了，那个，我们错了。
咱们这样，请听题：小张的女友和妈妈同时落水。哇，灵魂拷问啊！在营救难度相同的情况下，小张先救女友，妈妈溺亡了。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构不构成犯罪？构不构成犯罪？大家注意，构不构成犯罪？构不构成犯罪啊？对，因为他没救母亲啊。这道题的几个关键注意：一是救女友和妈妈的营救难度完全相同；二是救女友，妈妈溺亡了。这个要看母亲的年纪和身体状态。没有，现在的这个问题是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应不应该。3人掉到水里面，不是，就是小张，没有小张，就是小张女朋友跟他妈，没有小张，那是小张。小张救他女朋友了，没救他妈。小张在上面看，对。小张在上面看，他救了他救了女朋友，然后他就要跳下去，救了女朋友没救他妈。这道题啊，还真的是一道法律资格考试题啊，很正规的，不光是你开脑洞的问题，它是个法律上的问题。我想一下，奸洗不救都是犯罪。那你看有人在杀人，那枪打着他，你敢过去吗？他没办法，你过不去的。那也是见死不救，对啊。那我们先表态吧。好，我就按照正常人说。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他在法律上啊就是构成犯罪，或者说很可能构成犯罪。原因是什么呢？他呢是义务冲突下的，叫做不作为杀人。如果同样的营救难度，法律规定对妈妈的救助义务是在女友之前的。它是法律关系决定的。我们仅仅是在探讨题目，并不是说女朋友就不应该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能力都救，那你都要救。那我再补充一下，如果小张老婆跟母亲去散步，老婆跟母亲都掉下去了，先救谁？这也很难了。两个都有义务，都有法律义务。这种，那是救老婆对吗？不，对，因为法律啊。对，法律应该有一个优先排序，老婆或者妈妈。哦，就是老婆是哪个？老婆是哪个？老婆是红的。红的，对。好，那好，大家放下，请这个陈炫，你好好的说一下，救谁？为什么？我觉得刚刚是女朋友和妈妈关系，那你没有结婚之前，你妈妈、你父母是你的第一个你要负起这个责任的一个任务。对。但是你从结婚开始，你成立了你的新家庭，你父母也一样重要，但是你的老婆和你新家庭变成你的最优先，这个会排第二了。对，这个是我同意。好，这个陈炫是这么说的哈，他说的说法呢是不对的。啊，不对的。那小春儿，你说是要救妈妈，对吧？那你说说道理。不要对不对？大家互相的。他想救谁就救谁。这妈妈肯定先救，她年老年弱，怎么不救她呢？老婆，你等一会吧。只能这样子，要不然那两个我也跳下去，不救了，一起泡水。好，小春说的也不对。那我来解释一下。实际上法律上来说呢，先救谁，先不救谁都不对，因为它是叫
义务上的冲突嘛。这个时候都应该救，你是先救谁不先救谁都有问题了，所以就比较两难。那怎么办呢？真的要少带老婆和母亲同时去河边。哎呀，听明白了吗？我不是。我要这边一帮有何用？金哥，我觉得张律师在跟他们开玩笑，你知道吗？就是不要带老婆和妻子去河边就对了。我的心脏病要犯了。其实法律上啊，这就是在法律上和生活上的差异，确实两难，都应该起。刚才陈院说了，都是老婆了，这夫妻关系法律上互相都有义务。母亲呢是母子关系也有义务，所以两个义务都存在的时候，你救谁不救谁都不对。就不分先后了。对，没有先后可分了。好，下面再出道题，这个小张和陈总打麻将啊，陈总打麻将啊，好不容易抓到了个七小队，还忍痛割爱的故意的输给这个老板啊陈总，那么这种行为算不算贿赂？这样，我没明白，就是故意输给他。程序，bribe， 这个有点，哎，好吧，举牌，算的举绿牌，不算的举红牌。好，开始举牌。哎，这个我们请志玲说说。志玲打麻将，我据说技术很好的。我觉得在游戏规则里面，他没有犯规，没有违规，我觉得绝对 OK 的。对，我可以打，我技术很差，我胡了吗？我不知道啊。哎，我有打出来，有啊，我自摸了，我不知道啊。可是他没有犯规啊。他是很主观意愿的，就要给你赢。怎么判断主观意愿呢？就是我都七小队了，我都不胡。那他万一他想等一个自摸呢？你的牌打得太好了。我跟我老婆的姥姥就是打麻将，那个我丈母娘的妈妈啊，我真的是会故意输给她，我这个是让她开心。对啊，但这个关系不一样，这个是小张跟小陈，小陈是小张跟陈总。那小张跟陈总搞不好是陈总是带小张出来，从小发开始慢啊，他要感谢他。对啊，没有陈总你想太多了。就想那个不是。其实这道题里的核心，是他们俩的身份特别不对等，然后他又在这个能胡的情况下，主观要输给他，这个我觉得是两个关键点。核心啊在这儿。那算是犯对，很可能构成贿赂罪，这要根据小张和陈总身份、输钱目的来定。如果小张人为控制打麻将的输赢，故意为国家工作人员；陈总输送资金谋取非法利益，则构成行贿；陈总则构成受贿。如果陈总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节，也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是像陈轩说的，为了让家里的老人开心，故意输，当然没问题。我发现这个好多答案都跟我平时的认知是相反的。在那个判断题的测试里面，打破了我之前对“违法”这两个字的认知。给我的感受是，在法律面前，因为我们人是有情感的，所以因为有情感，因为有自己的立场，这个很难很清晰的画一根线，说哪个是对或者错，每一个情况也是不一样。但是对于发生过的一些情况，法律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框架。新人律师入门的课的意义是要解决情与法的平衡，也会伴随着整个职业生涯的难题。人都是有
情感本能的，夫妻情、上下级情、朋友情等等，都可能去动摇你的公正。法援律师会面临很多需要怜悯和关怀的弱势群体，更加的是情法两难。这个时候，有爱是法援律师的态度，但无论何种感情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和最基本的知识。好，下面呢，请这个小白上来哈。好，按照牌子把牌子和公文包发下去。哎呦，又有包，包还真有公文包。小孙哥，哎，对，陈律师，陈律师，对，这是很正式的。陈律师，对，陈律师。哎，好，好，很好。哎呦，有的，我感觉很有仪式感，就好像做那个飞机师一样，拿着拎着那个香。哦，我一贯都喜欢有这种拎包去上班那种拉着包就。哎，谢谢谢谢，哇，好光荣啊！光荣上岗。欢迎你加入。好，谢谢张律师。谢谢张律师。好，随便。小白的，好，小白。谢谢张律师。海天，谢谢张老师。哎，好，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我们集体的一起站起来。好，我宣布，我们的法律援助律师团队正式成立。大家当了法律援助律师，有没有自己的责任感和有没有这个决心？有。好，我们有没有？有。好。有新律师能加入我们的法律援助，我们都开心，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法援律师的每一次的帮助，都可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幸福，人生呢更完整。我们现在呢7个人加1，我们8个人呢成为一个团队，就要进入呢实际的法律援助的工作体验。我们今天收到了2组委托，第一组是几位经济困难的群众，他们也是法律援助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境和纠纷，申请法律咨询和调解。第二组是一类特殊人群，监狱的服刑人员。近日，女子监狱的监狱警察在和服刑人员的交谈中发现，有几位服刑人员存在着法律上的困惑和难题，希望我们法援律师前往女子监狱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要想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这呢跟大家讲个4步法则。4步法是法律咨询中最基础的解题方式，对新律师尤其重要。遵循它就能融会贯通的去处理大部分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服务和方法学起。我来这儿呢做一个单个的题，我们通过情景模拟来学习4步法的使用。好，
看哪位主动的担任来咨询的人。那我来吧。当咨询的人就应该不用懂什么东西。我给你一个题，你来说，看他们怎么判断。你按照4步法则来解决这个案件。4步的第1步，倾听记录。倾听，聆听咨询者的陈述，弄清问题来龙去脉，并对关键情节记录。我姓张，我儿子在上学，他在学校把别的同学打了，然后眼睛打伤了。没有失明，没有失明，没有失明，没有失明。但是他打的那个同学经常欺负他。他经常欺负他，我儿子能不还手吗？第2个呢，要询问细节，针对性的提出问题，补充细节，锁定问题焦点。请问一下，学校名字叫什么？阳光小学。您儿子多大岁数？9岁。这个是在学校课里发生了是吗？对。没有去报警。没有报警。第3步，了解诉求，了解清楚要求、想法，明确的目的。但是现在他要我赔偿5000块钱，5000块钱，我这个打工的哪里拿得出来啊？他说如果不赔偿，就要让我儿子转学。所以您今天的诉求是什么？想让我们帮您做什么呢？我拿不出5000块钱，但是我也不想我的儿子转学。第4点呢，解决回复，以法律为依据，针对咨询者的诉求做出解答，对不合理的要求要做劝说，对合理的要求要予以明确的肯定。张大哥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求我们哪一个同事帮你协调一下这些事儿？那就是现在给不了什么回复都给不了啊。不是现在给不了，是我们需要一定时间去走这个程序。可是我刚才下面我就看到你们是法律援助，说可以上来帮忙的，你们帮不了。您不要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需要了解详情。对，以上的东西都是你一直跟我们讲，我们一直在讨论，但我也得要实战去现场看到底有没有回事。你们是不相信我说的事实吗？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很相信。你看见我眼睛？您也已经看美化说了。我看他不相信我的说的。张大哥，走，我们去学校，走吧。现在就去学校？对的，那可以，那可以。问清楚详细情况，好吧？那就赶快吧，你们抓紧时间。我也没时间，我也没钱。白律师去一下。好。感觉只是去调查了哈，并没有提出方案哈。对，解决回复第4步嘛，就是一个客观的给他一个办法。他来找律师，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就抛给那个警察局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对。其实我们只是资讯在告诉他应该要怎么，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可以做的事情，不会说啊，我跟你去学校去查这个案，没有的，那就委托了，那就已经指派了，我只是做咨询解答，就给他答案，他可以怎么做？对，跟他讲，但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咨询解答问题，明白吗？明白。好，这就是我们的4步法则。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学习准备，复习笔记，牢记4步法，熟悉相关法条，阅读卷宗。法援律师不能因为无偿而降低服务质量，怠慢咨询者。律师要用的一些语言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术语，这就是我的担心的点。在学习的第1天，我最大担忧其实就是不专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讲专业性的行业，它必须要非常仔细严谨，查资料、整理资料以及分析资料。
难度真的很大，需要做的准备和工作，还有知识储备量很多。我完全不会看这个，我一点都看不懂。我还是有点懵的，还是硬往里记吧，然后好好的记住它。哎，这个判决书我没看懂啊，比如说刑事附带民事。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呢，它是在。虽然我们的经验不足，但是意志力还是有的。虽然是烧脑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很投入，我觉得很有趣。没有底，也没有头绪，应该需要怎么去准备，所以尽力吧。好，我们需要分为2组行动：胡海泉、白举纲、张琪，你们跟着万威律师、甄宇杰律师前往女子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张智霖、陈小春、张静、李承全，你们跟着我留在法院中心。接下来就要进入实际的法律援助工作。在法律咨询的过程中，你们也可能会遇到双方的争执需要调解的情况，大家切记要尊重双方，尽量化解矛盾。法院律师团的律师们，加油吧！好的，张律师。好，出发吧。我们出发吧。哦，又下雪了。好嘞，来看看，丰年好大雪啊，瑞雪兆丰年啊！来吧，哥哥们。哇，多好啊！哦，把树枝都压断了。对。太危险了。好，当心造成故意伤害。是你吗？就是你吗？条件不错。好像直接砸这个书，啪！掉在张律师的脑袋。哦，好。鸡哥，我看你今天的那个趣味法题说的特别好。那咱这样，咱玩个小游戏来练练口条。咱先看谁能先说出4个新年祝福。新年祝你学贯中西，魅力四射，气壮山河，霸气难挡。我终于看见你还请了益达当外援了。来，给你2颗益达，祝你新年有新饭。听说这个益达新年瓶开盖扫码100%中奖。哇！现在呢，去监狱的法院律师们，请跟万威律师和甄宇杰出发吧。第2组，你们跟着我留在法院中心。慢点啊！好，祝你们成功和顺利。一定顺利。好，一定顺利。好的，好。张律师、陈律师，祝你们顺利啊！顺利顺利。这里1号，这里2号，加油！好，加油！我们接着哪个是最好的？非常满意和满意。你选，你随便选，随便。拿走这些不就行了吗？只有非常满意。上起来。流氓律师。志宁哥，当事人到了。你好。你好。你好，青青，你坐。
要不要茶？啊，不用不用，谢谢，不用。水啊？不用不用，谢谢。坐啊。怎么称呼你？哎，你好，我姓黄。黄先生。对。这位是陈律师。陈律师你好。我是张律师。啊，陈律师你好。不是还有个人吗？啊？不是还有个人过来吗？没有啊。张律师啊。对，张，工厂长。黄先生。黄先生。你好。你可以讲解一下那个情况给我们听吗？我们这个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是因为我租套房子搬出去了，房租他也没退。从几年开始？从19年开始的。所以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房子漏水嘛。要漏水。是的。你的诉求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就一次性付了4500块钱给他。最后面到这个时候发现漏水，我们要搬家的话，那我交的钱你肯定退给我吧，这个很正常的问题，是吧？谢谢。不好意思啊。嘿，小钟哥，这个另一方的当事人来了。好，请坐。那位是房东。房东。哦，你这是房东。哦，你好，林先生啊，你可以讲解一下那个情况给我们听吗？房子手续我们记得都不讲，我主要是今天的该跟你到底有我的手表，可是我全部都是我请的，我掏出钱的，他来的他也没我还去。20的，你是到15.9号，你这也不是到，你是到15.9号是不是自对应？我给了人家的这是那个不相干的自对应，对不对？都到你那边，他没来了，在那里啊，哪不？没有。我听不懂，所以这普通话都听不太准的，还那个老爷爷讲那个长沙话听不懂。我就把这讲一下，帮你讲一下。好，详细情况说一下。手续19年15月1号，你来跟我签的那个房合同。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他们，你说话他们有点听不懂的话，我带你说。租套房子，当时说是2年，但是合同上面只有1年。2019年的12月8号到2021年的1月7号。我是按这个合同3个月一个，我是个实打实的人，我还有么子争论的呢？那不存在争噻。房东先生，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不管你们之前口头有什么承诺，我们都应该以那个合约的精神来维持。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今天来这里，其实你想寻求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呢？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康复区那边打的官司，判决是判给我，一共是要退2个月的房租，加押金，加18天的租金。他不服就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嘛，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只要他退1500块钱的押金给我，他也没退。到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呢，他到高院得分了。大家对一个小点，然后无限的放大，然后就大家都不放过大家，也不放过自己。我有尝试过，心里面想，也或者是就把这个事情了结就算了，至于中间里面的那个多少钱，这我来付就算了。但后来心想，也不能这样子，这样子好像是不太对。但的确我们做不到。当然，在我们的私人的角度，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私底下解决，大家哪一个方向最好，也不用。再说那个事情已经劳累你们几年，对啊，很浪费精神，也没有很多钱。要不我们就第一个方案，大家想一个大家都认为能接受的一个数字，这个是我们的建议，你们可以不接受。我感觉的这点就是按中院那个我就靠限定，他说按中院的判决就是给1500，他只按中院的判决来搞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商量不下去了吧？那就只能等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好，退。
我们分析过之后就觉得，如果能私下和解，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事情。当然要看那个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这个你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对，只能等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就快过年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啊。我也可以登。所以希望那个大家还是尊重那个合约的精神，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也希望你们能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等判决，好不好？谢谢两位，慢走。好。法律援助没有很熟悉，也不懂，所以尽力吧。因为没有法律那边的知识，就是心很累，太难受。情况怎么样？就发现刚才做完这个之后，其实也真正也解决不了，帮他们拿什么主意，这个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什么能做呢？我们是这样的，咨询呢有2种情况，他一种目的来了以后就是想你给我出主意，我按照你的主意去做；另外一个呢，他已经有了主意，他拿不是很定，他来谈一下，再听听你的意见，想衡量一下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和情况，这有可能的。像在这种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援助律师最好的就是帮调解。当然我们也只能呢，用我们的真诚换取他们的最后的可能好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左右他。对啊，对。可能觉得那个不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可是在一些弱势团体身上，觉得这个比天大，所以这个世界上也必须有人去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虽然小陈和志玲没能调解成功，但是我认为他们尊重了双方，倾听了双方的各自的意见，并且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我觉得他们也是尽到了自己的能力。请进。你好，你好。你好，请坐。你好，请坐。你好，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张。好，你好，你好。这儿的法律援助，这是我们的李律师。你好。你好，你好。请坐。你好。您是有什么困惑？是这么回事，我和我老婆结婚28年，她癌症11年了。癌症11年了。就快死的时候，因为我是再婚的，那个养女子还有小女婿，就要把我赶走。因为我涉及到房产比较多。房产多？有20间房。是在长沙吗？对。然后这些房子都是归您太太的名下是吗？对，没错。大概我算了一下，我跟他婚后的共同财产啊，就是光房子来说，最少可以占用10间。跟他在一起的创造的效益最少在150万。这100多万我从来没有向他拿过钱，但是我从来没为钱的事情跟他们争吵过，也从来没要过钱，因为我有退休工资。还有我老婆呢，癌症11年，癌症，这11年当中呢，全部是我陪护，我照顾，因为是一个共同家庭嘛。我的想法是尽力做好为家里也是一直在付出，就是说不要给老婆增加负担。听了这个故事，作为一个
家里唯一的男的，他该做的事情都是很做了，但是都没有被认可，然后被赶走了，马上就有一种很想要帮助，就觉得很可怜。那您需求就是？我去的时候，分给我2间房子居住，然后就通过那个派出所调解嘛，当时他们也同意了。大概事后我老婆去世了，我说我要住房，他2个女儿不同意给住房给我了。但是您放心，这个肯定是有法律保护的。该您的权益的时候，你是会一定拿到自己的权益。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您可以联系那个女儿，跟她私底下沟通，说不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我联系了，他们不同意了。他这个大女儿非常不好讲话。我回来的时候，把门锁换了，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毁了。看见我是仇人一样，我就没办法了。要不这样，您有那个女儿的联系方式吗？有。我们是可以替您沟通一下，跟你的女儿解释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和法律的这个权利。行。我放免听哈。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换手机了。空号。您还有别的联系方式吗？那个妹妹的或者女婿的？没有。我没能力联系上他，而且说联系上他也是空的啊，因为这样，他把我看成是仇人，何先生没办法沟通了。如果您实在是没有信心跟他沟通，没办法，我这个能力一点都没有。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带我们去见女儿。行。对，让我们去做看看一个初步的调解。行。哎呀，非常感谢你们这么负责任。应该的。那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啊。虽然不是亲生的父亲，但也是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的，肯定是有多少的情感。我们想尝试一下，去跟他的女儿做一个调解。如果能调解的话，尽量不要去浪费这个司法的资源。张律，我们组可能需要外出做一下调解，可以吗？可以，我让边律师陪你们一起去。这边请。咱俩坐这儿吧。好。2位律师对这个案子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吗？了解清楚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对这个有什么疑问的，可以我来提供一些。对，好。我没想到会给我们一个真的案子来解决。您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得很全，我觉得等一下您就不要，要不然我尽量不说，好吧？你先不说吧。那从这边进去。就我们会不会被赶出来？很有可能他不同意沟通。是这一件是吗？好的。那您稍微跟卞律师稍微的等我们一下。你不要叫那么重。是不是在家我就不知道了。没人。有人，我看到在那个洞里头有动静。
你好，有人吗？你好，有人吗？哎，你好。哎，你好。我们是那个法律援助的。对，我们是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搞那个事是吧？对，想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只是听到，因为我本来就在我们家那里，已经丢尽了脸，我不想再去丢脸。好的。我们就这个意思。对。一看对方的那种态度的时候，我当时很尴尬，就像两个认错的人站在别人面前，双手放在前面，想起来都好笑，那一个瞬间，哎呦。就我们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情况，您可以就口述跟我们说一下您这边的立场。我的意思就是打官司嘛。态度是很强硬的，是走法律。那你们在一起生活的都有28年的时间？哪有28年？没有28年。没有28年，哪里有28年？他2001年打的结婚证有28年吗？我和我的老婆结婚28年。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又来急着要租房子吗？他5万多块钱花完了，他是内退的120块钱1个月到我们家，那谁呀？120块钱吗？他整个这么多年就在我们家，就是花我们家的、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还给我们家丢脸，在外面堂客。在外面什么？在外面还堂客，卤虾牙他全占。我从来没有向他拿过钱，为家里也是一直在付出。我妈是11年的癌症病人，去年7月份癌症复发，她就晓得了，是吧？中间出去2次，2次都是1个多月没活了，都是我在家里照顾的。我老婆癌症在10年当中的，全部是我陪护，我照顾。他整个就是一个要钱。我们听了他说的话，我的心里开始有一些怀疑的部分，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当下是心情很纠缠的，就有点混乱。我告诉你，我还留了一个，就是在关于5月24号我开家庭会议，你不晓得他那嚣张的样子嘞。我全程录音录像，他跟我俩跳舞啊！我也跟他一滚，你给他交代了，你交的钱都有了，你凭下他了，你凭了，你给我滚！我给你瞧，摆摆你，告诉你。在他女儿的手机上看了一个视频，我都没认出来那是他，因为他在视频里面的状态跟我刚见到他的状态完全是2个人。就觉得，哎，亲人之间要去到这样的状态吗？我有点难以想象，只是为了所谓的遗产，好像连情一点都没有了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很不舒服，心里。您方便我们把他喊过来跟您？不想跟他干活。不想跟他见面。不想跟他干活，我啥都不干，我不跟你干活。你就干我就是的，我走我的人去。我对于他刚开始，我是觉得很同情、很可怜，想要帮助，但去跟这个聊了以后，是很反转，就是让我再一次想着，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就单方面听一遍的故事，或者只看一个表面上的东西，每一件事情有很多的角度和很多的面。就是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如果走到这个诉讼的步骤，对您也是耗了时间和耗了这个。我就要跟他耗时间了，我就宁愿跟他耗时间了。女士，其实自己也不好过，也不高兴。我气啊！你也现在这个，我看到你也比较激动。最主要的是我气啊！我没别的，我就是气啊，我就气愤啊！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我可能刚才没跟您提出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调解的那个结果，它是有法律效应的。说那个东西了，我跟你说，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说，我知道。关于这个房子，我肯定要给他住，但是我就不让他好过，不会给这么句话给他住。当然是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有一个感觉是不想让他跟你同住在一个？当然不。那我本来就恨得他要死了，我还让他天天住在我屋檐下面。其实还有一个，我应该会给他滴水嘞。我做女儿，我气得要死。我是我妈，为什么要是这样的老公，你还让他待在家里这么多年，他偷我的钱？我你还没干啥的，晓得不？一句话我就是我不得给他气，是您听我说。我讲明，我站在人均的立场，我是绝对不出轨的。您别激动，我也是想帮您解决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真的是相处起来那么不融洽的话，其实不融洽哦。不住在一个空间也行，就是让他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个同等的大小的房子。意思就是给钱了事。那如果你跟他真的不想在一个空间待的话，肯定是不想让他跟他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100%的。他不只是一个不想在一个空间，他就是不要你好过。其实那么简单。他很清楚，他是不占理的，但是他很坚持，他就不想要做，所以那当下我是马上就已经死心了，就觉得我也不想要再耽误人家的时间。我们就了解一下情况而已，您也可以再思考一下。如果您立场那么坚定的话，我们在一起。我早就立场，我早就坚定了。你说你去告我。行。好吗？我不是不懂法的人。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完全可以理解。我说实话，我真的可以理解。我刚才那个视频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完全是。好，我们见完你的女儿。他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纠纷，恨得太深了，所以就很多东西它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等一下，我们回车里以后跟您解释一下情况，您的后面的选择可以怎么做？好的。听他讲一句话，我也不会生气，这个很正常。没事，下去的。是不是觉得讲道理很累？内心有点复杂，有点复杂啊。如果我是他的辩护人，的确是我只能保护他的这个立场来做，但是我的心里是非常在走反方向的，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辩护了，我不信，我不相信的东西，我怎么能一直围绕着这个事情来辩护呢？我不想做，我只想要离开。我们刚刚跟那个女士已经充分的沟通，也听了一下她的一些立场。按法律的权益来说，你是占理的，但是如果她因为别的原因现在不肯按照这个交给您这个房子的话，您唯一的选择就是真的是去诉讼，但这个部分得请一个律师，然后按正常的法律步骤来走，所以后面我们能协助就到这个位置了。是啊，这个意思。我也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律师去打这场官司啊？那就现在谢啊。后面的好的，你要好的，你要找律师啊什么的，我们法律援助都可以非常感谢帮忙。OK。
好的，谢谢你们啊。您注意健康啊！啊，谢谢你们啊。好的。多着呢，这种事情，你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这种事情太多了，家家户户都有难念的经，心情不好了，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真的很难断。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他，跟我们见到的好大的区别。一下午说的话都是我好，我付出了，我努力了，我是弱势群体。他给我的立场是这个，我的心目中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做任何错，真的是把你的心全部投入给你家人，你的这些女儿真的会把你看成这样吗？我都差一点要跟那个女士说，那你就准备好你的证据，如果她要诉讼的，你就准备好你这。但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这个立场，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站在谁的队，真的。等一下，那律师，我们是哪边的律师？你们不是哪边的？你是现在做2份有争议的一个中立的一个调解工作。您有辩护过一个对于您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个道德上不认同的一个人吗？有。心情会不会很不开心呢？这个是属于情嘛？就是遇到你觉得可能我不太喜欢听，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代表我自己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转身走。这就是法院律师的一个职责。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个律师。如果我借了一个辩护人的案子，然后中途我发现，通过我收集的证据，我发现我的辩护人是跟我没说实话，我有权利来放弃这个吗？但好像也不能。因为法律就是要保证每个人的权益和司法的公正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觉得律师本身应该要更加的理性，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去改变自己作为一个专业法律人的一个判断。我们要去保障他的合法的权利，我们就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平衡所有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法律在前面。滚烫人生由美团，美好生活小帮手。本节目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减糖不减丝滑，好吃不甜腻。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控糖小鲜赞助播出。无惧人生滚烫，有饭嚼出闪亮。本节目由嚼出我的饭的益达口香糖赞助播出。兴趣相投就来搜，畅游社交元宇宙。本节目由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实力登场，智性不凡。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赞助播出。每周4中午12点，会员尊享超前 PD Vlog， 解锁更多幕后花絮。我感觉这个还蛮猛的。啊，对，没想到能到女子监狱这么特别的地方。对，不是律师的话，正常普通的就是家属可以见。对，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去监狱的。你们对于下午去女子监狱就是完成这样一份工作，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是说，你们心中有什么顾虑啊？哦，都是什么类别的犯人呢？还是就是都在一起？可能毒品类的犯罪，还有经济类，像诈骗类的犯罪，可能要多一点点。然后有一部分是关于这种因为遭受家庭暴力，然后基于一个反抗，过失，对造成一些伤害的话，那么有一些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一些关在里面。家暴的这种，他是受害人，他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很危险，他因为他一念之间可能就会变成施害人。对。有一个很巧的案子是我和万丽共同办理，她是一个经受了10多年一个家暴的一个女性，然后她不仅仅是进行了身体上的虐待，还进行了经济上的管控。她已经有2个孩子了，她再次怀孕的时候，医生已经说她身体条件不适合生育，所以当时说要3000块钱去流产。不适合生育。对。
因为她丈夫从来不采用避孕措施，所以她此前除了生2个孩子以外，她有多次流产记录。对，就是已经不能再生第3个孩子，高危了。对，所以要尽快的去把这孩子流掉。但她身上只有1500块钱，所以她想问她老公再要1500块钱去做这个手术，她老公不同意。对，她当时不光没有给钱，还打了她一顿。哇！然后晚上的时候，老公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她在那个床下藏了一把刀，就是因为她经常被打，所以想用那把刀来保护自己。就说她老公在夜里面就翻了一个身，动了一下，然后她当时就觉得可能要打他。对，就是一下子受到了刺激，那个刀就冲上去了。在她老公的这个头上就已经刺到了，老公其实是立刻就醒过来了，双方就扭打在一起。在扭打的过程中，她老公的脸上就被划伤了，脸上有一个7厘米的口子，累计伤口大概差不多是12厘米左右。然后当时就报警了，报警，警方就把他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是故意杀人未遂，后面有了援助律师像万律这样的人介入，变成了故意伤害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一点就是，他会因为他一时这种的报复，然后付出牢狱之灾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哎，我觉得特别沉重啊！我天，我现在就好沉重啊，这感觉。事实上，她伤害她丈夫之前，她丈夫早就已经犯法了。对，如果她提前去给那个妇联啊举报或者什么样，应该都会得到帮助。他其实说唤醒女性对于家暴这件事情维权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我们总是说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家暴其实是有很深的这种社会悲剧根源的。对。只要开一口，他就打我，拉住我的头，使劲往那个墙上一撞，我特别害怕。他向我们家可以道歉，我心软了。如果要报警的话，我婆婆得咋看我孩子咋想。如果遭受了家暴，一定要选择拨打110报警，可以拨打12338全国妇联的一个维权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8，这是我们的法律援助的一个热线。如果有受伤的话，一定记得要去医院进行就诊，留下医疗记录，为自己将来维权留下证据。哦，我们到了。对。哦，这是监狱。对。哦，真的看不出来这是监狱。其实心里有点害怕，我也觉得在一堵高墙里面是什么感觉？四周全是墙，就什么都看不到。欢迎，哎，你好，欢迎各位法院律师。你好，欢迎，你好，你好，欢迎。感谢各位来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我是我们女子监狱会见室的管理警察钟静，有请。虽然服刑人员呢被关押在监狱里面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可以以合理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们女子监狱呢是一所部级的现代化文明监狱。这里关押的呢全部都是女犯。那么这一次请大家来呢，是因为我们在近期的个案的咨询当中呢，发现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有几位服刑人员呢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申请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熟悉一下我们的个案的情况。好的，谢谢。万威律师这边呢，您是更加擅长这个婚姻家庭方面关系的，这个案例呢就要请您来负责了。 OK， 好。那么另外的呢，有我们的曾律师组。好，谢谢。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可能要进去之后呢，跟当事人才能够详细的沟通。先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熟悉一下我们的案例情况。好的，谢谢。看一下这个文小七，他是化名，他写清楚了，年龄34岁，已婚。他的入狱原因是故意杀人，这个罪名还是比较重的。然后他的诉求是希望要见他的一个女儿。
我们进去能不能提这些敏感的词，比如杀或者是怎么着，这个能提吗？我们如果说想要帮到他的话，就要了解他的犯罪的一些基本事实，动机，为什么？对，这是补习人员的情况。都好年轻啊，25岁到30岁，26，开设赌场诈骗，这3个应该都是跟经济类相关的。但是他申请的是回学校补考哎。然后就是在跟他们进行沟通这个案情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有几点咱们需要注意一下。就第一，不要直接称呼人家是罪犯或者犯人，那么我们一般都会倾向于就叫当事人。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轻易的给他们进行一些承诺，因为有一些可能我们做不到。这个可能客观的去说明就好了。好的，各位律师，这边有请。这是面对面的那个，就是在这样的位置啊。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隔着铁栏，只能通过电话来沟通，就是这一道距离就是象征着自由和不自由。有请34号是吗？34号机位。压力好大。刚进去有一点点小紧张，我感觉突然一进来，哇，鸦雀无声。其实那一刻我的压力特别大啊，因为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他们好像已经来了。我们要拿这个，这个是需要拿电话吗？线路已经是接通了的。好的。那我们就拿起来。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小千，能听到吗？你能听到啊？你好。你好，小千你好。小千，你好，我们是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委派的律师，依法接受您的这个法律咨询，为你提供一个法律的帮助，您是否同意？同意。同意。那么现在呢，就您涉及的这个罪名以及犯罪事实向您询问吗？希望您能够如实回答。好的。谢谢。我们看到信息上呈现的入狱的原因是开设赌场，那您能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吗？是这样的，看到朋友发送的广告，可以通过公牛会这个软件就能赚钱。软件名字叫做公牛会，赌博的是3公。从中一共汲取了多少佣金呢4个月大约11万。11万。所以当时您是知道它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吗？我不知道它是违法的行为，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我看资料有说，你是学生。对，当时毕业论文已经交了，但是还有一个科目要重修的，我还没有完成。明白。我看到你的诉求其实是申请回学校补考。对，因为我想拿学校的毕业证。请问你是哪一年就是应当毕业呢？2017年，已经过了。学校现在知道你的情况吗？不知道。然后我家人也没敢跟学校直说，学校现在是让我10个月之内回去签字，然后将我除名。小千，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根据普通高校管理规定，所有触犯刑事罪名的学生，学校都可以开除他们的学籍。但是同样，我们跟学校去沟通，还会有一个就是一线的这种生机，所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搏一搏这种一线生机，让我们去跟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如果是一定要去跟学校讨论有没有给更特别的机会的话，那就要一定把这个事实情况给说清楚。
这个确实是需要你们自己来想一想。我争取一下吧，还是通过你们去跟学校坦白，争取一下吧。现在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可能需要跟你父母来进行通话，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同意。待会儿可能需要你提供一下你父母的联系方式。好的。好的，你待会儿等一下。好，我们想拿下我们的手机，可能要到外面，可能比较寒冷。哦，明白。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信号屏蔽器。屏蔽系统。对，除了工作手机之外都是不能用的。是的，明白。有了。哎，你好，请问是妈妈吗？我们是那个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他跟我们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说您这边收到了他学校的电话，要求他10个月内进行回学校进行这样一个补考。不是10个月，10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对啊，过了。已经过了。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电话的？收到了10几天了。已经过了。10几天了。过了。就是学校知不知道他现在在服刑呢？就是不知道，学校反映就是联系不上他。您这边也从来没有跟学校说过这个情况。就不说的为好噻，不用去冒着这个险吧。就是您建议他不要去跟学校说这个事情是吧？妈妈你好，他呢对这个想拿到毕业证的事情呢，还是挺希望的。对不论是通过您，还是通过我们，跟学校如实的去沟通他目前的情况，也许还是有机会跟学校申请到未来这个补考的机会的。但也不知道这个机会有多大，但跟学校坦白这个事情呢，或许能够有一些机会给到。对，所以他也想知道你的意见是怎样的。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了，那就看他自己自愿了，好的，那我们就按照妈妈您刚才说的，我们会遵从那个的想法和他的意愿，然后跟学校去进行联系，好吗？好的，麻烦你了。好的，没有，好的，再见。不知道怎么沟通，好复杂。越下越大了，这么大的雪。喂，你好。喂，你好。您好，请问是的老师吗？对。我们是湖南那个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我跟他妈妈沟通过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妈妈说他找不到他本人，我说让他代签，他妈妈说他也不代签，不管这个事。那我说那就只能给你寄个东西。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学校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想知道您寄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寄的是一个退学处理的告知函。已经退学了。就是老师，您这边已经给他做了退学处理了，是吗？必须得做退学处理。还是要讲清楚。态度贼不好。对。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现在处于一个人身自由受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才是受限，不是今天。他那个退学处理早就应该跟他做了，晓得不？对，他17年就。只是拖了好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学籍管理规定，就是一个大学生在6年的时间内没有取得毕业证，是绝对要做退学处理的，只是一直没给他退，晓得不？好的。那他如果有一些特殊原因，确实人身失去自由，然后一直没有把这个信息同步给学校的话，那么这个情况能没有特殊处理的机会呢？没有。那么，他失去自由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毕业的那一年，他主动意愿不是不想参加考试和毕业，那这种情况，学校会有特殊另行安排的机会吗？没有。完全没有。哪怕他受了自由，你告诉我他父母知不知道？他父母知道。那为什么不跟学校说呢？到现在才来说。明白，辛苦，谢谢。没有。好，好，再见。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话语里面其实都是知道的。那就是目前看基本上没有机会了。其实最主要的是对他妈妈知情，但是没有跟学校在可执行的时间内，这就隐瞒嘛。学校的负责人的回复是坚决的否定，这个女孩参加补考的希望其实已经彻底破灭了。可是此刻她在冷冷的铁杆的那边，还在急迫的等待这样一个看似还有希望但是非常渺茫的事情。我是觉得替她感到特别遗憾。喂，你好。就是这结果已经寄给你家里了。所以其实学校现在已经做了退学的处理了。已经不能争取了是吗？因为我们也表达了说，哎，那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跟学校联络，他说那这种情况下他家人知道吗？那如果其实是家人知道的话，会在那个有效期之内跟学校去沟通，可能还有机会。那因为你13级学生17年毕业，那现在其实按照教育部来讲的话，是要在6年之内要完成毕业，所以其实现在也就超了不止6年了啊，从13年入学到现在是这个原因啊。哦，小天，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你应该是对自己的学历还是在乎的，比较在意的，对，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们要去直面自己的人生，以前的东西没有办法再去后悔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往后面看。当你22年6月9号出来之后，或许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成人高考，或者是自考大学，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一个心愿和自己的一个要求。好的，谢谢。因为就是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明天还在继续，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积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了，没事儿，哎，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再见。再见。当看到他的离开，那一刻应该是非常难受的。在这样一个热血青春、该享受社会上经历的新鲜的一切、从未尝试过的一切的年纪，却在监狱里面。另外2个女孩子呢，其实也不大，一个是26岁，一个30岁。当时觉得只是交朋友、单纯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也并没有觉得说触犯到法律。我是通过正常的招聘渠道到这家公司上班的。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公司，不管是从装修还是资质上面，我都觉得它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所以我直到被抓才知道公司是违法的。那您这个不知法犯法，他也犯法了呀，没有说不知者无罪这个事情，在法律上。你知道你这样是犯罪吗？我只是把银行卡借给他，刷单会违法吗？我就写了几句话，我就看了他手机，上网看个视频，帮别人代购也是违法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抓我。不可能的，搞错人了，别搞错。什么你要抓我？你说嘛，你也告诉我怎么了嘛？自己做了什么事不知道啊？我知道错了，希望你们都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有小时候的话，我一定会去做。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知道错了。我现在很后悔。那些年轻人因为社会经济公分而成了诈骗团伙紧盯的目标。年轻人的话呢，还是要脚踏实地，切忌好高骛远，不要总想着以小博大。触犯法律底线，伤害的是他人和社会，毁弃的是自己的前途。遵守法律，抵制诱惑，是约束，更是保护。遵法、守法、学法、用法，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是努力的方向。对吧？我先等一下。
喂，你好。喂，你好。我们就想聊一些最终你的诉求，然后之前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刚开始，你比如说你进来之前的这个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它会导致一开始的那个缘由呢？是因为我们案发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已经起草这个离婚的协议。第二天早上的话，我7点多钟就回去拿小孩的衣服啊那些东西，然后前夫就打电话喊了婆婆过来，然后婆婆就同时开始打我，我就喊救命吧。我当时也感到很恐惧，然后就精神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然后好像过淡了过世，造成了他的这个死亡。他说在那个家门口，当着她前夫的面杀了她的婆婆，就那个瞬间，我其实真的整个人我都是凉了。所以其实你的诉求是想见自己的女儿，对吧？是的。现在你的女儿多大年纪啊？今年7岁多了。因为我入狱服刑之后，这个法院就将这个抚养权判给了前夫，归前夫抚养。那你的前夫现在那方面，他跟你，就是你跟他有没有联系过？我们的警方也曾经帮我联系过，他也是拒绝的。哦，拒绝联系。因为他还是比较怨恨我。事情也过去了有5年多了，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行为给前夫及他们的所有的家人带来了这种伤痛。也想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也希望我的前夫能允许我见女儿。他说他想见女儿，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可能真的挺难的，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因为他5年没有见孩子，那说明他前夫是很坚决，不想让他看到他的孩子的。那个希望的曙光其实就那么很微小。那你现在还记得你前夫的那个电话或者联系方式吗？记得。你的父母的现在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可以的。好，我们跟他们先沟通完了之后再来跟你联系，再跟你说这个继续的后面的事情，好吗？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说我应该先给谁打呢？你给他爸爸先打一个吧。我问题是我现在就是我怎么说啊？就是你可以直接表明他女儿找了我们帮忙，他不然他以为你是搞别的。好的。喂，你好，我们这边是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我是这边的律师。然后呢，我了解到您的女儿现在在女子监狱服刑，是吧？那不用管啊。不是，他给我挂了。那你就打他哥哥的吧。哎，你好，我们这是那个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我这边的代理律师。您的那个妹妹，她有一个诉求，是想见她的女儿。然后现在我跟您联系一下，就是你愿不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跟我们一起去跟那个她前夫那边去协调一些，或者是什么样的？您愿意吗？跟他前夫这个协调呢，我们一直在沟通这个小女孩，我们一直在努力。跟他前夫呢是不允许我们见面，他呢有一定的这个排斥，不允许我们任何人带他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内。
对我们这个探视权的问题，我们在适当时候，我们肯定会通过法律程序争取。第二个，我们也是不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争取。好的，好，谢谢，好，谢谢。他的症结点还是在这个，他认为他是正当防卫，所以他的2个大家庭之间，在这一点没有达到认同的话，他没有共识啊，这个就对，所以最后这个矛盾点就会集中在谁身上呢？就是孩子。孩子他是无辜的呀。对，就是孩子就比较可怜了。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跟他的前夫也要沟通一下，做好准备，他也可能不会那么客气。好。行，我试试啊，来吧。就没底，心里特别忐忑，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这个前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当时有2个预判，一个预判就是他直接挂电话，第二直接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开始聊，听你是干什么的之后不说话，然后瞬间爆发之后，然后一顿骂，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他母亲去世了呀。当着他的面去世的呀！喂，您好，我这里是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然后呢是这样的，您的前妻呢，她现在在女子监狱服刑，然后她在服刑期间呢，就是一直深感歉意对您这边，然后呢，所以她有一直在努力的改造自己。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然后也写了很多的这个信呢，跟想说给您的这边的歉意的致歉的话，就是想跟您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有关于就是他现在那个他很想念孩子这个事儿，想跟您聊一聊。这个怎么讲呢？现在，为了小孩子的健康成长，我觉得现在还是最好，不想让小孩子知道这个事情。等于您是没有告诉小朋友他妈妈现在的状况是吧？对。妈妈现在还小，知道他稍微大一点的14、15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之后，我会全都告诉他。对，我觉得告诉孩子可能还是要有选择性的，因为毕竟这个是成年人的事情。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还可以给他看一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让他见见孩子，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动力。发布他的照片，小孩子的照片。对，小孩就是最近的一些照片，可以让他看一看。微信。我拿我的手机加一个您发过来，您看行吗？我当时其实我注意了一下那个屏幕是不是挂了，我说那挂了可就完了。我一看，好像还在读秒，就是对方就在响，特别焦虑的。我那一刻，就整个人我都就是开始在我就这种感觉的。好吧，好，谢谢，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是这个号码吧？对。好，我马上加您。谢谢您，谢谢。哇，太棒了！努力坚持，就是都这些东西都在就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里就一直在就是环绕，就那个意义非凡。这个哇，我都懵了，我手脚是麻的，现在。已经很好。哎呦，这里有 WiFi 吗？没有。看一下。OK。已经通过了。
要不要给他写一句，就是话我们是什么？哦，忘了，一激动我忘了这个事儿了，你来。哦。那我就这，等着吧，等。哎呀，天特别冷，然后我们俩人在那儿等嘛，就会拿手机，一会儿我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那手机信号不好，我说会不会一下遗失啊？来了。哎呦，发这么多照片。对。哇。长得很好。太好了，就是开心，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因为我还真的是没想到，那个服刑人员他的前夫还真的给我们提供了他女儿的照片，而且提供了5张，所以其实还挺欣慰的。谢谢。那我们进去让他看到。OK。今天真的啊。哇。哦，这个照片，根据我们的会境规定是不能带这个私人通讯设备的嘛。对。然后我就用我的这个我发到您的手机，我用就是我转拍一下。好，太感谢了。哎呀，没想到狱警他们能够翻拍这么温暖的把这件事情给它做成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东西，这种美好的这种举动啊，特别感谢这个狱警。是手都很疼的。对，我就没想到他愿意发，真的。我转拍一下。我觉得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多看1张真的太有意义了，这就是支柱。都拍到了吗？都拍到了。好。我没想到这么顺利是吗？我们办案子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就是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偶尔也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好。你好，你好。你做好心理的准备，好吧？我给你看看吧，好吗？来看。看到了吗？我也觉得你好陌生，真的认不出来。如果在外面，笑得还挺开心的。对。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吗？好。来，很漂亮。真的很谢谢你们，我觉得这个愿望好难实现，谢谢你们帮我实现。这个见到真的很难。我让他看到那个瞬间的时候，我真的就绷不住了。对于一个5年没有见过自己女儿，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变化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服刑人员来讲的话，这5年照片的意义太重大了。这5年多了，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可能我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
真的是有点认不出来。没事，我觉得你要用力的、用心的去记住每一张照片，好吗？看到他的每一个细节，他头发、眼睛、鼻子、嘴、腿、胳膊、手。笑得还是蛮灿烂的。对，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吗？好，谢谢。哎。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吗？看到女儿笑得那么开心，也是我改造的动力。对。每一次很绝望的时候，我想一想，还有个女儿，她那么小。对，其实你前夫对她照顾的也很好。其实我内心里面也是很感谢他的，当时也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后面冷静下来之后，还是很后悔这个行为的，也给前夫及他们家人造成了伤害。也想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我不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平安、幸福、健康。也希望我的前夫能早日释怀，允许我见女儿。你希望女儿能够来会见你是吧？是的，是的。好，因为孩子的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年龄太小，可能就是不能够让他知道全部的事实，所以我还要跟他再沟通。如果无法沟通好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继续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法来解决。谢谢你，谢谢。加油。谢谢。好好改造。谢谢啊。这次去这个女子监狱，我相信是警醒了所有的人。冲动是魔鬼，真的冲动会让你整个人生就塌了。冷静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多么黄金的一个东西啊！永远不要冲动，永远不要冲动，让自己冷静，让自己冷静。真的。5分钟车程，一墙之隔，世界完全不同。千万别冲动，冲动真的是魔鬼。我不是很喜欢，一天都是负面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律师的话，可能真的这个职业就每天面对这个事情。我看到这种东西，我会心情很差，肯定会了。我没想到我会怀念就是体能训练，宁可身体累，我不要心累。对吧？这样子比较，我宁愿做消防员。太痛苦了，不想面对。是痛苦，但是
这个会增强很多法律意识，真的是一定的。而且冲动这个东西哇，真的太可怕了，真的不能有。哦，房间还是暖的哦。哎呦我天啊！所有的哈欠，我的哈欠在2个小时以前打完了已经。第一次做法律援助，要不我去搜 APP 里找几位律师聊一聊吧。哎，这个人是律师哎，你好啊，我看你的影帝青年是律师，你从事律师行业吗？对呀，你也是吗？哦，我不是，但今天体验了下法律援助，很有意义，就是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把你拉进搜 APP 的法援兴趣群组，大家一起交流。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在群里向大家请教了。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搜 APP 找我哦。没问题，那我们群里聊，在搜 APP 里可以认识各行各业不同兴趣的朋友，真的是太赞了。12点了，困的嘞。那么今天呢，就进入了刑事案件。我学院的计算机系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案发当晚21点半，楼管发现无声的尸体，被告人学习，被告人研究，两人均否认杀人的行为，申请上诉，分2组对此刑犯做无罪辩护。好怕学习发现我醒了，然后也把我杀了。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应该室内研究，我们需要辩护这样的人吗？我说实话，梅丽有可能在外面等。等什么？等学习。哎呦我的妈呀！俩人当了对头，怎么对供？哎，我脸麻了。真的就是学习。后来你跟学习去哪里了？那当时你们快走还是慢走？你当时聊什么？你们问点重点，能不能帮忙学习啊？你们，我真的很不耐烦了。所以您有没有可能做伪证？我这辈子不相信法律了，不相信法律了。我觉得他这个太偏颇了。你记不记得晚上你去过308？是你们都说过我去过308呀，我没去过。我都怒了，记不得。还有个很神奇的是，无声法医认定他已经死了的15分钟以后，他还发了一个无声是并没有死啊。我在那边巡楼的时候，我听到好像有声音。几点左右？就是8点40的样子，应该。哎啊！8点，因为他那个时间，因为他的手表的时间。我们其实还得到了一些新的讯息。刚才美丽一直强调学习的鞋子很干净，因为他穿的鞋也是白鞋，然后他的鞋子依然也还很干净。我现在非常肯定的是，学习干100%，只有他一个。就是力量。特别鸣谢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湖南省女子监狱。上微博搜索节目《我们的滚烫人生》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我们的滚烫人生》官方微博 ，get 哥哥职业挑战名场面。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1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UC、夸克、百度输入法、智联招聘、讯飞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新宝宝、朋影圈、木棉说、独立鱼电影。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乾隆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毛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高，比天还硬，比高还强。向着法西斯抵抗诱惑，让一切不平注定只图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